OK， 各位，我们改完了。我讲什么？看 YouTube 好难当哦。早安，各位。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在 BMW i5 eDrive 40上面，40还是40，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Anyway， 今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我现在人在基隆，我们要远赴台中去进行我改装的第一步，也就是这台 i5 改装的第一步。那刚好今天天气也很给力哦，天气十分的好。现在时间应该是早上9点半左右。那待会呢，我就要先出发去接我的女朋友，她人在新庄。那接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直接出发去台中。那我们要进行我们的 i5 eDrive 40的第一个改装。好，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一部应该会是我第一部 vlog 影片。那为什么我会选择用第一人称视角来拍片呢？有一个原因绝对是因为我不想露脸，因为我本人实在是非常不上相、不上镜啊，不上镜。不是进步的那个进哦，是镜头的镜哦。我还是很努力了，好不好？在这个隧道可以看到，当初我选择买 BMW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这个氛围灯超级漂亮，而且它还可以选颜色。啊，废话，当然可以选颜色。我这边直接切换到别的模式试试看。哦，如果我切换到 Sport， 可以看到它整个氛围灯变成红色。副驾这一块会慢慢的变成蓝色。我这边也感觉到，就是我的椅背啊，它帮我夹紧了，直接把我的腰夹紧。那其实我已经先设定好我的运动模式，其实我不会去增加我的动力。即便我换到运动模式，它把我的让整台车的战斗气息提升之后，我还是希望就是速度不要怎么讲，动力不需要加强太多，因为我觉得 BMW i5 这台车呢，其实买来也不是让你说要开快的，毕竟我这台也不是 M Car， 我只是要让它就是你知道享受一下这台车里面内装的带给你的豪华氛围，那以及它整个行驶的质感，这样子。好，那刚刚讲到说，今天我们要进行我们 BMW i5 第一个改装。那很多人就会纳闷说，这台车不是电动车吗？为什么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改装呢？我觉得他们也说的没错啊，这台车是电动车，你说要改装，很多人改车都是改，比如说动力啊，或者是比如说什么写电脑啊、改排气啊、改进气啊之类的。以电动车来讲 ，BMW i5 到底有什么可以改？其实我本人也是一个妥妥的外观控，那怎么说呢？我觉得一台车快不快，其实对我来讲不重要，它的外观、它的帅气度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动力可以改嘛，那它的改装不外乎就是不管是内装上的调整啊，或者是外观上的调整。刚好这一次我们第一次改装，其实也是改我们的外观。至于是改什么地方呢？等我到台中再跟各位讲。其实我跟这家厂商订了这个改装的料件啊，其实拖了蛮久了，中间其实也差不多延后了2个礼拜了。那因为前阵子台风的关系，导致有一些可能货运上面的运输可能会有一点问题，最后拖到了今天。但天气，我想应该是这几个礼拜天气最好的一天吧。在开这台 BMW i5 eDrive 40之前呢，我开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2021年式的。那我记得那一年刚好是特斯拉第一批改当初新的中控台这边的造型。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特斯拉的末代使用 TPC 接头的车子。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讲行路，比起特斯拉 Model 3啊 ，BMW i5 eDrive 40，我觉得他们在行驶质感上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当然车格，你说车的大小以及它的重量，其实差距非常的大。但我觉得光是在造车上面呢，比如说 BMW 的车门玻璃，还有它的胶条，跟 Model 3比起来，真的，它带给你的那个行驶的质感真的差很多。那很多人就会说，其实特斯拉 Model 3它是一个无窗框的设计，这个势必也会降低一些行路上的质感呢，比如说风切声啊，就会变得非常明显。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啦。开特斯拉 Model 3，虽然说它的隔音差了一点，但是你取而代之换来的就是它帅气的外观。你想想看，无窗框的车门，很多跑车都是配无窗框设计，那特斯拉 Model 3上面
就给你了。我觉得换到 BMW i5 啊，虽然说我没有了无窗框，但是它带给我的就是一个更宁静的车室空间。即便你看我现在开在高速公路上面，时速均速大概是90到100左右，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听到的不是风切声，反而是胎噪声。那我觉得胎噪、风切这些对于电动车来讲都是车主比较容易能感觉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少了引擎声嘛，我们少了排气声，那其他环境带来的杂音，对我们来讲影响就会更大。我们就会比较聚焦在开油车时不会感觉到的一些声音哦。好，那因为我原本人在基隆嘛，那我开去新庄接我女朋友，中间这一段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我想说趁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目前用车到现在 BMW i5， 我认为3个优点以及3个缺点。拍谁？这边我想要暂停一下。我今天在剪辑影片的时候，发现我后面讲3个优点跟3个缺点，他妈我真的是废话有够多，所以我决定把它拍成下一集。那现在我们就先 focus 在我们改装的 vlog 上面。我们改完了，哼。OK， 我们现在在休息站哦。我们现在到泰安，这应该是泰安吧？泰安服务站，来拍一下车子的外观。像刚前面影片讲到，它的外观真的就是做的完全不像电动车，你知道吗？它的电动车跟油车做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那我们看一下旁边，我觉得 i5 的哇，真的很长。它算是非常大型的轿车了。它这次改版了，车厂已经来到无名。那我们刚好看到这边有一个充电站，我们来稍微给它快充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应该充一下就差不多要再出发了，因为我们时间没有很够，而且续航来说，我们这一代是蛮足够的。我觉得从台北站开下来，直接一路开下去是没有问题。那详细我们待会要改什么东西呢？先给你们一个提示，会是在前面这边。对，我现在目前就只能讲到这样。好，我们继续上路吧。好，我们这边正式的进入台中了。那刚好这边车流量不会到特别高，我就来实际测试一下它的自动变换车道。那我一样就是按这个，让它启动自动驾驶之后，这边就会显示绿色的方向盘啊、时速那些的。那我们来测试看看它自动变换车道，像我这样打了方向灯，它就会自动帮我换。像这个刹车也是它刹的，我觉得它整体做起来也是非常，我觉得是以舒适取向的。它不会像特斯拉那样，就是可能说啊，我帮你切换车道，或者说前方有车突然切进来，它会给你很快的刹车，或者是很快的加速。那像刚刚这样子，它变换车道，我觉得它就是变得非常的顺畅。好，我再试一次哦。我从这个车道变到下一个车道，哦，这个都是他自己来。只是它的缺点就是你换完车道之后，你要自己把方向灯关掉，这点是我觉得我不太能理解。好，那待会大概再开个20分钟，我们就会到我们的店家去进行我们第一次的改装。那这个是已经阵亡了。100公尺。OK， 我们刚到，这个是 X-Wax 车业。那今天要施工的呢，就是把我们的鼻孔换掉，把它换成黑色的。哦，它已经在开始装了。太快了。对啊，这效率。地址我会放在可能画面的某个地方。如果想要改的，欢迎联络他们。我没有接他们的业配哦，没有接哦。我看待会能不能看，就是拍一下我准备要换上去的是哪一个。OK， 待会这一块我们要换成 M60 样式的，因为钱包的关系没办法直接上 M60。哇，这个是我要换上去的 M60 样式，只是它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它的边框这边是碳纤维的包围这样子。那待会就是要直接把它跟这个去做对调这样子。
OK， 各位，我们改完了。我们现在觉得难得来台中，还是去青梅那边晃一下，喝八药。八药。还是去喝一下八药比较好。虽然说现在改完，但我们现在在车内看不到实际的成品。可是你很开心。很开心啊！我现在真的恨不得，你知道，下一个红灯马上下车下去看一下，看一下鼻孔，然后再上去。待会如果有空的话，再停到某个地方再拍一下特写照。那现在我们要先去喝饮料。